你有没有想过，一颗满是森林、海洋里有满了各种生物的星球，要多久才能变成一片几乎死寂的炼狱？答案是6万年。放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里，这6万年短的就像你眨一下眼睛。52亿年前，就在这眨眼的瞬间里，地球上近 90% 的海洋物种，超过 70% 的陆地脊椎动物彻底消失了。海洋整体窒息，气候彻底失控，从深海到大陆腹地，整个生态系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彻底捏碎。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设定，这是地球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也就是地质学界所说的2叠纪、3叠纪大灭绝，也被很多研究者称为大死亡。到底是什么力量能让整个星球的生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到灭绝边缘？为什么这场灾难没有小行星撞击那样的惊天动地，却造成了比恐龙灭绝还要严重的多的后果？今天我们就顺着地层里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层层还原这场史前末日的完整真相。我可以提前说一句，整个过程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从来不是灾难本身，而是它触发的连锁反应。一旦跨过那个临界阈值，整个系统就会进入自我毁灭的循环，再也拉不回来。我们先来看这场灾难的案发现场。在全球各地的岩层里，2叠纪和3叠纪的地层分界线，就是这场大灭绝留下的第一手现场痕迹。地质学家要确定远古事件的精确时间，靠的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埋在火山灰里的特殊矿物，叫锆石。这种矿物是岩浆冷却结晶的时候形成的，质地极其坚硬，几乎不会被风化和地质运动破坏。更关键的是，它的晶体内部会天然混入放射性元素铀，铀会随着时间按照固定的速度衰变成铅，这个衰变速率不受外界温度、压力、化学环境的任何影响，就像一个自带电池的天然时钟，从形成的那一刻开始就在精准计时。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这么小的晶体怎么就能测准几亿年的时间？其实原理说穿了很严谨，由238衰变成1206的半衰期是44.7亿年，差不多和地球的年龄一样长。科研人员把地层分界线处火山灰层里的锆石一颗一颗挑出来，精准测量晶体里现存的铀和铅的比例，再带入半衰期公式计算，就能算出它形成的具体年代。这个方法的误差能缩小到几十万年以内，对于几亿年的地质时间来说，这个精度相当于给一位100岁老人测年龄，误差不超过1天。也正是靠这种由铅定年法，科学家确认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准确时间是52亿年前。更重要的是，全球各地不同大陆的分界层测出来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这就直接排除了局部灾难的可能，证明这是一场席卷整个地球的同步性事件。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份铁证，精准锁定了案发的时间坐标。光知道时间还不够，我们得搞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这么多生物在同一时间集体消亡。顺着地层往下分析，科学家发现了第二个关键异常，在分界层的岩石里，碳同位素的数值出现了一次断崖式的暴跌，专业上叫做碳同位素漂移。可能很多人听不懂这个术语，我给你打个通俗的比方。地球上的碳有2种稳定同位素，碳12轻一点，碳13重一点。植物光合作用的时候会优先吸收更轻的碳12，所以生物体内的碳普遍比无机环境里的碳更轻。正常情况下，整个地球的碳循环处于动态平衡，氢碳和重碳的比例基本稳定，就像健康人的体温常年维持在很小的波动区间里。但在2叠纪末期的地层里，这个比例直接跳崖式下跌了。这意味着有巨量的碳在极短时间里被猛地排入大气和海洋，直接冲垮了整个碳循环的平衡。之所以能确定是外源碳输入而不是生物死亡导致的，是有严谨依据的。如果只是生物大量死亡、生态崩溃、光合作用减弱，
那么生物固定的氢碳会减少，大气里的重碳比例反而会上升。只有地下储存了亿万年的富氢碳库，比如煤层、有机质沉积层，在短时间内被大量释放出来，才会造成这种幅度的碳同位素负偏。就像你往一杯盐水里不停倒淡水，盐度会快速下降一样，巨量氢碳涌入大气海洋系统，直接拉低了全球碳同位素的数值。这个发现非常关键，它直接把调查方向指向了巨量碳排放。这场大灾难的核心导火索一定和碳的异常释放脱不了干系。有了碳异常的线索，我们再往深了挖，就能看到这场灾难给海洋留下的致命伤痕。全球各地同一时期的海底沉积岩里，科学家都发现了同一种标志性矿物——黄铁矿煤球。这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球状硫化铁晶体，名字里带个煤字，就是因为它的结构长得像一颗迷你的草莓。你可别小看这小东西，它是地层里最精准的缺氧指示剂。这种晶体只有在几乎没有氧气的水底，靠硫酸盐还原细菌的代谢才能形成。水里氧气稍微多一点，它根本就无法稳定生成。就像蘑菇只能长在阴暗潮湿的角落，大太阳底下永远不会长出成片的蘑菇一样，黄铁矿煤球的大量出现，直接坐实了当时的海洋已经大面积陷入了缺氧状态。而且科学家还发现，通过黄铁矿煤球的尺寸和分布，还能还原出缺氧蔓延的过程。深海岩层里的煤球尺寸更小，数量更多，说明深海的缺氧程度更重，出现得更早。而浅海岩层里的煤球出现时间稍晚，分布也相对稀疏。这就说明缺氧不是全海洋同时发生的，而是先从深海开始，像涨潮一样慢慢往上蔓延，最后吞噬了几乎整个海洋。除此之外，地层里还检测到了硫细菌的生物标志物，也就是当年靠硫化氢生存的光合细菌留下的化学痕迹。这些证据拼在一起，就能还原出当时海洋的真实面貌。海水里的氧气几乎耗尽，到处都是剧毒的硫化氢，整个海洋从孕育生命的摇篮，变成了一潭散发着臭鸡蛋气味的致命毒水。海洋变成了这个样子，陆地上也好不到哪去。我们在陆相地层里找到了另一份关键证据——煤炭断层。学过地理的都知道，煤炭是古代植物残骸埋在地下，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形成的，尤其是湿润的沼泽森林，是形成煤炭的最佳环境。所以，一个地质时期煤层的厚度和分布范围，基本就能直观反映当时森林生态的繁荣程度。但地质学家发现，从二叠纪末期之后，也就是三叠纪早期的好几百万年里，全球范围内几乎找不到新形成的煤层。地质学界把这段时间称为煤缺时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曾经遍布大陆的沼泽森林，在这场灾难里几乎全部消亡了。没有了森林，就没有植物残骸持续堆积，自然也就没有了新的煤炭形成。和煤层一起消失的，还有依赖森林生存的各种动物。陆地化石记录显示，这段时间里陆地脊椎动物的种类直接减少了70%以上。曾经郁郁葱葱被森林覆盖的大陆，一下子变成了光秃秃的荒芜之地。地层里大量出现的富铁红色沉积岩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是岩石在高温、干旱、强氧化的地表环境中风化形成的，就像铁锈一样，把整个大陆都染成了赤红色。到这里，我们手里已经有了4份关键证据：精准的灭绝时间、断崖式下跌的碳同位素、全球海洋缺氧的地质痕迹，还有陆地森林的全面崩溃。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52亿年前，地球经历了一场由巨量碳排放引发的全球性的气候与生态浩劫。那问题来了，这么多的碳到底是从哪来的？总不能凭空出现在大气里吧？顺着这个疑问往上追溯，地质学家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埋藏着地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火成岩区域之一，
也就是西伯利亚暗色岩。很多人听到火山喷发，第一反应就是富士山、黄石公园那种单个的锥形火山，但西伯利亚暗色岩根本不是一座火山，而是一整个巨型火成岩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地壳裂开了成千上万条绵延几百公里的大裂缝，岩浆顺着这些裂缝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不是喷一次两次，而是持续喷发了整整100万年。可能你对这个规模没什么概念，我给你算笔直观的账。地质学家估算过，这场喷发总共涌出的岩浆，如果均匀铺在整个美国的国土上，能铺出300多米厚的一层。300米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是100层居民楼的高度，相当于把整个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加拿大边境到墨西哥湾，完完整整浇上一层100层楼那么厚的熔岩。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面有多震撼。但我要告诉你，熔岩本身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杀死全球生命的是岩浆上升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各类气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熔岩从地幔往上涌的时候，不是直接喷到空气里就结束了，它要穿过厚厚的地壳，而西伯利亚的地壳下方刚好有巨厚的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层和煤层，相当于岩浆往上走的时候，等于架起了无数个巨型地下火炉，直接烘烤地层里的煤炭和有机物。这些地层里储存了1万年的碳，被高温一烤，瞬间就变成了二氧化碳、甲烷这些温室气体，顺着地壳裂缝全排到了大气里。这才是碳排放的真正大头。光是火山本身喷发释放的二氧化碳其实有限，但岩浆烘烤沉积层释放出来的碳是天文数字。锆石定年的结果也完美印证了这一点。西伯利亚暗色岩的主喷发期刚好和二叠纪、三叠纪的灭绝时间完全重合，这不是巧合，这就是灾难的源头。除了温室气体，岩浆喷发还会释放大量的卤素气体，也就是氯、溴这类物质。这些气体会飘到平流层，直接破坏臭氧层。臭氧层是什么？是地球的天然防晒霜，它能挡住太阳绝大多数的紫外线辐射。臭氧层一旦出现破洞，地表的紫外线强度会直接飙升，不管是陆地植物还是海洋里的浮游生物，都会被高强度的紫外线灼伤。很多人其实低估了臭氧层破坏的影响。紫外线变强，首先遭殃的就是海洋表层的浮游植物，还有陆地上的植物叶片。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的基础，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氧气生产者之一。它们一死，不光海洋食物链从根基断裂，连全球的产氧能力都会跟着下降。陆地上的植物也是一样，紫外线太强会灼伤叶片，抑制光合作用，让植物生长变慢，甚至成片枯死。所以臭氧层破坏相当于直接给全球的初级生产者来了一记重拳，从最底层动摇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根基。但真正的杀招还是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巨量的二氧化碳排到大气里，就像给地球捂上了一层越来越厚的棉被，全球气温开始持续疯涨。气温一升，首当其冲的就是海洋。我们都有生活常识，水温越高，能溶解的氧气就越少。你烧开水的时候，水里会不断冒小气泡，那就是溶解在水里的空气因为温度升高跑出来了。全球海水整体升温，直接导致海水里的溶解氧含量大幅下降。本来海洋里的氧气靠表层海水溶解，再通过大洋环流输送到深海，现在表层水温升高，海水密度变小，根本沉不下去，深海的氧气得不到补充，很快就消耗殆尽了。这就是海洋大面积缺氧的直接起因。到这一步，灾难的连锁反应才刚刚拉开序幕。更可怕的正反馈还在后面。海水一升温，海底的甲烷水合物就稳不住了。甲烷水合物是什么？就是在海底高压低温的环境下，甲烷被封在冰一样的晶体结构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燃冰。这东西平时安安稳稳埋在海底，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碳库。但海水温度一升高，这些冰晶体就会融化，里面的甲烷就会大量释放到水体和大气中。甲烷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强得多，短时间内的增温效果是二氧化碳的几十倍。这些甲烷一释放出来，会让全球气温升得更快，气温升得更快，就会有更多的甲烷水合物分解，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死循环，越热，甲烷放得越多，甲烷越多就越热。到这个时候，就算火山停止喷发了，这个循环也停不下来了。而且甲烷在大气里反应还会生成更多水蒸气，水蒸气同样是温室气体，又会进一步加剧升温。这一环扣一环的正反馈，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最后根本刹不住车。与此同时，海里的氧气越来越少，厌氧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其中有一种叫硫酸盐还原菌，它们不需要氧气，靠分解海里的硫酸盐维持代谢，代谢的副产物就是硫化氢，就是那种闻起来像臭鸡蛋一样的剧毒气体。海水里的硫化氢越积越多，不仅毒死海里的生物，还会慢慢挥发到空气里，飘到陆地上，毒害陆地的动植物。我每次梳理到这一步都觉得后背发凉。你看，从火山喷排放碳开始，先是升温，然后海水缺氧，然后甲烷释放加速升温，然后硫化氢大量产生，一步比一步狠，而且每一步都在放大上一步的伤害。这不是单一的灾难，这是一套组合拳，环环相扣，越打越重，直到把整个生态系统彻底打垮。地质研究显示，从火山开始活动到整个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中间的主灭绝阶段只有短短6万年。6万年对人类文明来说很长，但对地球来说真的就是一瞬间。那为什么会这么快？因为气候系统是有临界阈值的，在没跨过那条线之前，你排放多少碳，温度就升多少，看起来好像是线性的，一切都还在可控范围内。但一旦跨过了那个临界点，所有的正反馈机制一起启动，系统就会瞬间失控，直接滑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打个生活化的比方，就像你用酒精灯烧水，在水烧开之前，你加热1分钟，温度升1度，一切都很平稳。但一旦温度到了100摄氏度，你再继续加热，水温不会再升高，但水会快速沸腾气化，整个状态直接发生了质变。地球的气候系统也是一样，在临界值之前，生态系统还能靠自身的调节能力扛着，森林吸收碳，海洋溶解碳，勉强维持平衡。但当碳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它的调节极限，平衡一破，就像水烧开了一样，整个系统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彻底变样。阿尔迭纪末期的地球就是跨过了这么一条生死线。短短6万年，气候和生态就从原本稳定的宜居状态直接掉进了高温、缺氧、高毒的恶劣文态里，而且一旦掉进去，就很难再自己爬出来。那在这场系统崩溃里，海洋生物到底经历了什么？化石记录告诉我们，海洋是这场大灭绝的主战场，81%的海洋属级生物彻底消失了。如果换算成物种的话，比例接近90%。这是什么概念？6600万年前恐龙灭绝那次，海洋物种也才消失了一半左右。阿尔迭纪这场灭绝是地球复杂生命出现以来最彻底的一次清零。在灾难发生之前，阿尔迭纪的海洋是非常繁荣的，存活了2.7亿年的三叶虫还在海底爬行，数量虽然不如寒武纪奥陶纪鼎盛时期，但依然是海洋里的重要类群。浅海的海床上铺满了万足动物，珊瑚礁成片生长，构筑起了海洋里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还有长着标志性螺旋齿的玄齿鲨，体长能到7-8米，是当时海洋里的顶级捕食者。整个海洋从浮游生物到底栖生物再到顶级掠食者，食物链完整，生态系统已经稳定运转了几千万年。
灾难一来，首先扛不住的就是热带浅海生态系统。这里本来温度就高，升温之后氧气下降的最快，而且珊瑚、腕足类这些造礁生物对温度和海水酸碱度特别敏感。二氧化碳多了，海水就会酸化，因为二氧化碳溶于水会生成碳酸。那些靠碳酸钙制造外壳、建造骨骼的生物，比如珊瑚、腕足类、苔藓虫，海水酸度升高之后，它们的外壳不仅无法正常生长，甚至还会被慢慢溶解。很多人对海洋酸化的危害没什么概念，我举个现在的例子。现在我们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革命前高了差不多一半，海水的 pH 值已经下降了0.1，也就是酸度上升了 30%。 就这0.1的变化已经对全球的珊瑚礁、贝类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二叠纪末期的碳排放速度和规模比现在要大得多，海水酸化的程度也严重得多。那些依赖碳酸钙生存的生物，在那样的酸度环境里，刚长出来的外壳就会被溶解，根本无法存活。这也是为什么腕足类、造礁珊瑚这些生物在这次灭绝里损失特别惨重的原因。所以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第一个全面崩溃，紧接着缺氧海水从深海往上漫，一层一层地扫荡整个海洋。存活了2.7亿年的古老生物三叶虫没能跨过这条地质分界线，彻底灭绝。曾经的海洋顶级掠食者广翅后，也就是巨型海蝎也永久消失了。还有海蕾、多种棘皮动物、早期的软骨鱼类全都从演化史上被彻底抹去了。最后能活下来的海洋生物几乎全是体型小、代谢慢、能忍受低氧甚至无氧环境的种类。比如菊石，虽然也遭受了重创，种群数量急剧锐减，但还有少量支系扛了过来，等到三叠纪环境好转之后又重新繁盛起来。但像三叶虫这种高度特化、已经适应了稳定环境几亿年的物种，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永远留在了二叠纪的地层里。海洋彻底乱了套，陆地上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当时所有的大陆板块都拼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块叫盘古大陆的超级大陆，从南极一直延伸到北半球高纬度地区。这块大陆的内陆本来就很干旱，因为离海洋太远，水汽很难吹进去。温室效应一起来，全球平均气温直接上升了8到10摄氏度，大陆内部的温度更是夸张。古气候模型测算，当时盘古大陆的内陆地区夏天的气温普遍超过45摄氏度，部分热带区域甚至能突破50摄氏度。50摄氏度是什么概念？现在我们夏天遇到40度的高温就已经觉得难以忍受，50度的高温下，裸露的地表会被烤得发烫，普通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动物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很快就会中暑死亡。50摄氏度的高温不光对动物致命，对植物同样是致命的。大多数植物的光合作用在温度超过35度之后效率就会开始下降，超过45度之后，很多植物的光合系统就会被直接破坏，整株枯死。而且高温会加速土壤水分的蒸发，让干旱变得更严重。干旱又会导致植被进一步减少，植被越少，地表反射的热量就越多，温度就升得更高，这又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所以盘古大陆的内陆就在这样的循环里，一步步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赤红荒漠。高温加上干旱，森林成片成片的枯死。我们之前说的煤缺时期就是这么来的。没有了森林，植食动物就失去了食物来源，植食动物死了，肉食动物就没了猎物。陆地的食物链和海洋一样，从底层开始一层层彻底断裂。二叠纪陆地上的顶级捕食者，长着匕首状犬齿的利齿兽完全灭绝了，还有兽头兽、溪龙兽这些曾经在大陆上横行的四哺乳爬行动物，绝大多数都没能活过这场灾难。不光是食物短缺，还有研究认为，
当时大气里的氧气含量也大幅下降了。本来空气里氧气充足，大型动物才能支撑得起庞大的体型，氧气一减少，体型大的动物首先就扛不住，因为它们的耗氧量太高了。所以到了三叠纪早期，陆地上的生态系统变得特别贫瘠，物种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种能扛高温、耐干旱的生物勉强活了下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水龙兽，一种中型的植食四哺乳爬行动物。在很多三叠纪早期的化石点里，水龙兽的化石能占到所有脊椎动物化石的 90% 以上。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陆上放眼望去几乎全是这一种动物。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单一物种占据绝对主导，恰恰说明生态已经崩溃到了极致。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二叠纪的生物圈看起来这么繁荣，怎么会这么不堪一击？一场火山喷发就能把它打成这样？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灾难降临之前，二叠纪晚期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繁荣的表象下藏着怎样的脆弱。时间倒回55亿年前，也就是大灭绝发生的几百万年前，当时的地球盘古大陆已经完全形成，所有陆地挤在一起，周围是广阔的泛大洋，东侧还有一个巨大的特提斯内海。大陆连片带来的结果就是内陆极端干旱，昼夜温差和季节温差都特别大，但沿海地区和大陆边缘气候还是很温和的，生态系统也非常繁荣。陆地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兽孔目动物，也就是四哺乳爬行动物，它们是我们哺乳动物的远古亲戚。除了顶级捕食者利齿兽，还有像二齿兽这种植食动物，体型粗壮，长着角质喙，差不多有小牛那么大，是当时最主要的植食类群。植被方面，原始的针叶树、种子蕨这些裸子植物是主流，大片的森林里生活着各种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虽然内陆干旱，但河谷和冲积平原依然是生命的乐园。海洋里就更热闹了，除了我们之前说的三叶虫、腕足类、珊瑚礁、玄齿鲨，还有各种菊石、软体动物，从浮游生物到底栖生物，再到顶级捕食者，整个食物网非常稳定，已经这样运转了几千万年。但这片繁荣的背后已经埋下了脆弱的种子。首先是地理格局的问题，盘古大陆形成之后，大陆边缘的浅海海域在不断收缩，很多海洋生物都依赖浅海生存，浅海面积变小，生物的栖息地就越来越集中，相当于所有生物都挤在越来越小的一片区域里，抗风险能力自然就下降了。就像一屋子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旦发生火灾，谁都很难顺利逃出去。其次是物种的特化问题，在稳定的环境里生存的越久，物种就越容易朝着高度特化的方向演化，也就是专门适应某一种特定的环境，这样在种间竞争里优势很大。但特化是把双刃剑，环境稳定的时候如鱼得水，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特化的物种反而最容易灭绝，因为它们的适应面太窄了。就像一个专门生产某一种零件的工厂，市场稳定的时候利润最高，一旦市场需求变了，这种工厂也是最先倒闭的。我经常和别人说，生态系统的韧性不是看它繁荣的时候有多热闹，而是看它遇到冲击的时候能不能扛得住，能不能快速恢复。二叠纪的生物圈就是典型的繁荣但脆弱，它在稳定的环境里演化了几千万年，物种都高度特化，生态位卡得特别死，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精准的位置，运转效率很高，但容错率极低。就像一台精密的机械钟表，每个零件都严丝合缝，走时特别精准，但只要其中一个零件坏了，
整个钟表就直接停摆了。反而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精密、物种没那么多样的简单生态系统，有时候抗冲击能力反而更强，因为里面的物种都是广适型的，环境变一点也能活下去。所以二叠纪晚期的生物圈看起来多样性很高，很繁荣，但实际上生态韧性已经在持续下降了。浅海在萎缩，气候波动在加剧，整个系统一直在承受压力，只是还没到崩溃的临界点。直到西伯利亚暗色岩喷发，巨量的碳排放像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压垮了这个已经绷紧了的系统。而且这场崩溃不是慢慢发生的，不是说物种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持续了几百万年。不是的，主灭绝事件非常集中，就6万年。地质学家研究了全球很多地方的化石层，发现海洋里的珊瑚礁生物、底栖生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步消亡的。这不是缓慢的消亡，这是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倒塌。首先是海洋里的浮游植物，陆地上的植物，这些初级生产者因为高温、紫外线、酸化、缺氧这些多重因素大规模死亡。初级生产者是整个食物链的根基，根基一垮，上面的所有生物都得跟着遭殃。植食的没东西吃，先死；肉食的没猎物，跟着死。一层倒，层层倒，短短几万年，整个生态网络就碎得拼不起来了。陆地也是一样，森林一消失，整个陆地生态的基底就没了。不光是动物没了食物，连碳循环、水循环都跟着乱了套。没有植物固定土壤，水土流失就会特别严重，大量的泥沙和营养物质被冲进海里，又会进一步加剧海水的富营养化，让海洋缺氧更严重。你看，海洋和陆地的灾难还会互相传导，互相加重，根本不分家。从生物开始衰退，到整个生态系统重新稳定下来，整场动荡前前后后持续了大概100万年。100万年听起来很长，但放在地球45.4亿年的历史里，只占0.02分号。如果把地球的全部历史压缩成1整年，这场差点让生命彻底清零的大灭绝，从头到尾就发生在12月31号的最后2个小时里。而最惨烈的主灭绝阶段，可能连几分钟都不到。那浩劫结束之后，地球是不是很快就恢复生机了？完全没有。恰恰相反，大灭绝之后，地球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萧条期，死寂的时间远超很多人的想象。先看海洋，地层研究显示，海洋生态系统要完成最基础的恢复，也就是重新出现基本的生态结构，需要500万到1000万年。比如珊瑚礁这种曾经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中心，在三叠纪早期几乎完全消失了，一直到三叠纪中期，也就是灾难过去500多万年之后，才重新出现稳定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而且海洋缺氧、水体化学失衡的状态也持续了几百万年，贯穿了整个三叠纪早期。也就是说，火山喷发停了，但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马上好转，还在持续折磨幸存下来的生命。陆地上的复苏更慢。有研究测算，陆地脊椎动物的多样性要完全恢复到灭绝前的水平，花了整整3000万年。3000万年是什么概念？从恐龙灭绝到现在也才6600万年，相当于这场大灭绝之后，陆地生态花了差不多1半恐龙时代那么久的时间才真正缓过劲来。而且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要真正恢复到灭绝前那种复杂的生态结构，可能花的时间还要更长。在这段漫长的恢复期里，
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生物群落都被科学家叫做灾难生物群。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少数几种适应力极强，对环境要求不高的广适性生物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生态空间，物种多样性特别低。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水龙兽，在陆地上一家独大，占了脊椎动物的90%以上。海洋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几种贝类、菊石存活下来，个体数量很多，但种类特别少。那为什么复苏会这么慢？主要有2个核心原因。第一个，灭绝的规模实在太大了，8-9成的物种都没了。随之消失的不只是物种本身，还有物种和物种之间的生态关系。要知道，生态系统不是把一堆物种凑在一起就行的，它是一张复杂的网络，谁吃谁，谁帮谁传粉，谁帮谁分解，这些关系都是经过几千万年磨合出来的。大部分物种都没了，这张网就彻底碎了，要重新织一张网，光有物种不够，还要重新演化出各种各样的种间关系，这个过程特别费时间。第二个原因是灭绝之后的环境长期不稳定，灾难的余波一直没散，气候还是忽上忽下，海洋时不时就出现一次缺氧事件。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里，物种很难安心演化，而且少数几种生物垄断了所有生态位，物种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小，演化出新物种的动力也就弱了。就像一个市场里只有几家公司垄断，没有充分竞争，技术进步自然就慢了。生物演化也是一样，没有足够的竞争和生态位分化，新物种就很难出现。我打个比方，这就像一座繁华的城市被地震彻底夷为平地了。你以为把房子重新盖起来就算恢复了？不是的，城市里的人、产业、社会关系、商业网络全都没了。要重新聚集起足够多的人，发展出各种各样的产业，形成稳定的社会运转，这个过程远比盖房子要漫长得多。二叠纪大灭绝后的生态复苏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也正是这场惨烈的大灭绝，彻底改写了生命演化的方向，旧的秩序被打碎了，新的生命才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如果没有二叠纪这场大灭绝，后来的恐龙时代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二叠纪的时候，陆地上的绝对主角是兽孔目，也就是四哺乳爬行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占据了几乎所有大中型的生态位，从顶级捕食者到大型植食者，全是他们的天下。如果按照正常的演化轨迹走下去，很可能会是兽孔目继续主导陆地生态，甚至可能更早地演化出大型的哺乳动物类群。但大灭绝以来，绝大多数兽孔目的演化支都彻底消亡了，只有极少数支系活了下来，而且在三叠纪早期很快就衰落了，再也没能回到当年的主导地位。生态位一下子就空出来了一大片，谁来填补这些空位呢？就是双孔类爬行动物。双孔类是什么？就是头骨上眼睛后面有2个啮如孔的爬行动物。别小看这2个小孔，有了这2个孔，头骨上就能附着更强大的咬合肌肉，咬合力更强，嘴巴开合也更灵活。这个解剖结构上的小优势，在生态空位大量出现的时候，就成了巨大的演化资本。双孔类很快就分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支系，去填补空出来的生态位。到了三叠纪中期，也就是大约4到3亿年前，双孔类的后代已经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态位。陆地上主龙类崛起，不管是中型大型的植食动物还是肉食动物，都换成了主龙类的成员。和湖湿地里出现了直龙，身体修长，
嘴巴又细又长，长得很像现在的鳄鱼，体长能到5米以上，成了淡水生态里的顶级捕食者。海洋里也有双孔类下海，演化出了鱼龙，身体变成流线型，长出鳍肢和尾鳍，完全适应了海洋生活。大的鱼龙体长能超过10米，补上了二叠纪海洋捕食者消失后的空位。也就是说，从陆地到淡水再到海洋，所有的重要生态位全都换成了双孔类的后代。曾经的三叶虫、广翅后，主导陆地的兽孔目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整个地球的生态格局被彻底重构了。而就在这个基础上，大约3到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最早的恐龙从主龙类的一个小分支里诞生了。它们一开始并不起眼，体型也不大，直到后来的三叠纪末期又发生了一次灭绝事件，恐龙才彻底接过了陆地霸主的接力棒，开启了长达1亿多年的恐龙时代。其实演化这件事，很多时候不是谁更强谁就能活下来，而是谁更能适应变化。二叠纪的时候，兽孔目无论是多样性还是体型，都比双孔类强得多。双孔类在当时就是不起眼的小角色，只能在生态系统的边缘生存。但大灭绝以来，环境变了，曾经的优势反而成了累赘。兽孔目里的大型物种对氧气、对食物的需求高，第一个扛不住，而体型小、适应力强的双孔类反而活了下来，然后抓住生态空位的机会，快速演化，最终成了新时代的主角。所以说，演化从来没有什么进步的固定方向，也没有什么注定的赢家，环境才是最终的裁判，谁能跟上环境的变化，谁就能活下去，谁就能有未来。二叠纪的兽孔目没有想到，统治了陆地几千万年的他们，会输给一场持续100万年的火山喷发。三叠纪的恐龙也不会想到，称霸了1亿多年之后，会毁在一颗从天而降的小行星手里。生命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意外，也充满了转折。每次讲完这场大灭绝的故事，我都会想，我们今天反复讨论几亿年前的这场灾难，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只是为了讲一个惊险的史前故事吗？我觉得不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是给今天的我们敲响警钟。二叠纪大灭绝最残酷的地方，从来不是它的惨烈程度，而是它的触发逻辑。它不是小行星撞击那种不可预测的天外横祸，它是温室气体持续排放，跨过临界阈值之后，整个气候系统失控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里，所有的正反馈循环，所有的连锁反应，本质上都是地球系统本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几亿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不会因为人类的出现就改变。现在我们总在讨论全球变暖，讨论碳排放，很多人觉得温度升个1-2度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二叠纪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系统的变化不是线性的，在到达临界点之前，一切看起来都很平稳，可一旦跨过了那条线，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是我们根本承受不起的。海洋缺氧，海水酸化，极端高温，生态崩溃，这些几亿年前发生过的事，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写在地球基因里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也觉得，这个故事里藏着生命最动人的特质，就是韧性。哪怕90%的物种都消失了，哪怕整个星球变成了炼狱，只要还有生命幸存下来，只要给足够的时间，它们就总能重新演化，重新繁荣，甚至演化出比之前更复杂、更多样的世界。地球生命经历过5次大灭绝，每一次都差点全军覆没，但每一次都重新站了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精彩。只是我们要明白，
地球从来不会真正毁灭，毁灭的永远是一个又一个的物种。三叶虫消失了，利齿兽消失了，恐龙也消失了，它们都没能跨过属于自己的那个临界点。而我们人类现在正站在又一个气候变化的关键节点上。和那些史前生物不一样的是，我们有智慧，我们能读懂地层里的记录，我们能看懂气候系统的规律，我们甚至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避免最坏的结果。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责任。每次站在地质记录面前，我都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时空感。几亿年的时间，在岩层里就是薄薄的一层。那些曾经在地球上横行千万年的物种，最后也只是地层里的几块化石。地球不在乎谁统治它，也不在乎有没有生命，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着。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第一个有能力读懂地球历史的物种，也是第一个有能力主动影响全球气候的物种。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阿尔迭纪的末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们气候系统有不可逾越的红线，也告诉我们生态崩溃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但我始终觉得，知道风险恰恰是避免风险的第一步。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几亿年前发生过什么，我们才能预判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才能做出改变。这就是地质科学的意义，也是我们研究古生物、古气候的意义。它不只是讲过去的故事，更是给未来指路。生命已经在这颗星球上延续了40多亿年，经历过无数次劫难，却从来没有真正倒下过。我相信，只要我们心存敬畏，尊重自然规律，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守住这条生态的临界线，和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命一起走得更远。